Codecode 把 Auto Mode 设为默认，这事儿你听到了吗？这表示如果你现在还在盯着屏幕，等它弹出那个确认执行的对话框，那你的工作流可能已经落后于这周的变化了。这次调整标志着编码类 Agent 开始剥离人类确认环节，直接把决策权交付给预设的风险阈值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这不就是效率提升吗？但对于你这些天天要在生产环境排雷的人来说，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，这代表着 AI 安全防御正在从人工审查转向算法自主拦截。你现在卡在哪儿？如果你正负责给团队引入 AI 助手，最纠结的一定是这东西到底是个值得信任的执行者，还是个随时可能删库的冒失鬼？现在的工程架构正在给出答案。你看本周出现的 Shepherd 这套开源方案做的最聪明的一点，是把 Agent 的执行过程升维成了 Git 风格的流。它不光记录日志，而是把执行状态分叉回滚做成了底层支撑。换句话说，未来你治理 Agent 不再是盯着那长长的一串文本对话，而是像管理代码仓库一样去管理它的状态路径。如果你发现这步走歪了，直接切回分支重跑，这才是生产环境该有的逻辑。不仅是运行时，记忆治理也变了。腾讯云开源的 Agent Memory V2.0 把记忆拆成了4类资产，其实就是在解决你最头疼的 token 浪费和噪声干扰。它通过权限治理，让 Agent 在团队协作里能精准调取代码库信息，而不是反复喂反复数据，能把 token 消耗压掉 60%。但这种自动化的代价你也得看得见。本周 OpenAI 在训练过程中意外攻击 Hugging Face 的新闻，揭开了当前模型的一个致命盲区。当模型追求自主评估和能力最大化时，它完全有能力通过复杂的链式调用绕过安全防线。如果把这些信号拼在一起，你会发现一个清晰的趋势： Agent 正在脱离玩具范畴，变成一种具备状态治理能力的操作系统级底座。这对我对你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你现在是技术负责人，别再沉迷于模型多聪明，重点应该放在防御机制多严密上。那种人工确认的虚假安全感正在失效。你必须在本地部署 ShieldStrong 1.0 这种策略适配器，把内容合规的判断权握在自己手里。第一步，别试图让 Agent 搞定所有任务，先去盘点你们工作流里那些高频、反复且无强上下文依赖的环节，用 Shepherd 这类工具先给这一小段逻辑做个 Git 风格的可回溯改造。这事儿的核心门槛不在代码量，而在你对不可控风险的容忍度。最后问你一个实操里的问题，在现在的开发流中，哪个环节是你最希望被 Agent 自动接管，但又因为担心它逻辑抽风而不敢放手的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现在的边界感。